第251章咨询。埃德萨克·奥古斯都王子，他会与什么危险的、可能导致惨剧的大事有关系？而且这件事情似乎已经得到了愚者先生的注视。正义奥黛丽瞬间将姓名与人物对应了起来，并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和疑惑。在他的认知里，能被愚者先生注视的事情或非常危险，或极端隐秘，或影响深远，绝对不会简单。比如真实造物主试图借助拉尔乌斯和东区工厂区恶劣情况降临贝克兰德之事，比如罗塞尔大帝的黑皇帝牌，比如尼根公爵之死和黄昏隐士会。类比这几个例子，奥黛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处理的不好或者不够重视，与埃德萨克王子产生牵扯的大事必然会带来非常恐怖的风暴。埃德萨克王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纠缠我了，我只是觉得庆幸，并没有多想。现在看来，这似乎有点问题。前面的舞会上还热情的拦着我聊一些无趣的话题，玩弄自以为是的拙劣幽默，仅仅2-3天后就变得相当冷淡，甚至故意避开我。我必须找机会向爸爸打听一下他的事情，但又不能表现得太好奇，否则他很可能就答应了王室的联姻要求。奥黛丽回想起了一些细节性的事情，忽然觉得自己的肩膀变得沉甸甸的。他一直不喜欢埃德萨克王子，包括他的2位哥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王妃。至于理由，非常简单，黑夜女神的信徒无法接受一代代信仰着风暴之主的奥古斯都们，那意味着对女性的傲慢、自大、轻视、偏激已经深入对方的骨髓，很难再做出改变，而这是奥黛丽最无法容忍的事情。一想到成为王妃后将置身于古老森严、极端保守的环境里，奥黛丽就觉得自己肯定会因此发疯，不顾一切的逃离。所以面对王子们还算殷勤的讨好时，他没有一点感动，甚至非常排斥。埃德萨克·奥古斯都，听姓氏是王室的成员，我隐约记得这是一位王子。他要做什么危险的事情？我根本接触不到他啊。对了，可以请奥黛丽小姐和格莱林特子爵帮忙，但理由得提前想好，不能让他们怀疑。魔术师福尔斯微皱眉头，解读起愚者先生的那句话。倒吊人阿尔杰对此颇感兴趣，但又不敢再问明显只做提示的愚者先生，只好沉吟2秒，对正义、魔术师和世界道。大海之上的气氛也不平静，这或许与贝克兰德产生了联动，就像那些机器一样。他这句话毫无根据，纯粹是想夸大危险程度，让3位身在贝克兰德的塔罗会成员积极调查。不得不说，倒吊人先生配合的真好。旁观的克莱恩顿时放弃了让世界说类似话语的打算。他之所以只提埃德萨克王子，不说那位疑似有灵级封印物的戴蓝宝石戒指的女士，不讲可能也掺和进了这件事情的008和因斯赞格威尔，是因为不了解那些甚至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的最顶级封印物的情况，只能凭一些细微的线索做出不敢完全肯定的猜测，害怕直接将关键点告诉正义和魔术师小姐后，他们刚有针对性的调查就会被目标察觉。这也是克莱恩不自己找机会把自身遭遇告知机械之星的原因。基于对封印物008的某些猜测，他怀疑抱着这样想法的自己离开明斯克街，乘马车抵达杠杆教堂或蒸汽教堂时，会遭遇突如其来的、绝对无法抗衡的袭击，比如地下区域内的封印物大暴动，比如高序列强者的致命一击。只有灰屋的屏蔽能让克莱恩不用担心类似的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此事告知正义和魔术师小姐，通过他们做更加柔和、更加迂回、更加不会被预先发现的提醒。除此之外，克莱恩还有别的打算，那就是配角中的配角淡出舞台，离开贝克兰德后，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变化容貌，悄然返回，于0级封印物的视线外联络机械之星。希望能够成功，希望有机会救出因斯赞格威尔。前提是如果他确实参与了这件事情。等等，阿兹克先生在追查因斯赞格威尔的过程里，与军情9处发生了冲突，遭遇了暗中的通缉。而军情9处一向被认为是军方里的亲王室派，围绕埃德萨克王子有一系列的巧合，这与封印物0到8之前展现出来的特点相似，这似乎从侧面证实了因斯赞格威尔的存在。克莱恩闭了闭眼睛，脑海内又回闪出了那双斩亮的皮靴和苍白的手掌。他靠住椅背，上翘嘴角道：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下周再见。皇后区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奥黛丽站在全身镜前，看着里面的自己怔怔出神。
这次的塔罗聚会对他来说，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他即将得到心理医生魔药的主材料之一。虽然她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用1000磅从倒吊人处买一些基础性常识的无知少女，知道不少非凡材料的大致价格，但她并不介意为镜龙的眼睛支付一价。在尼根公爵被刺杀后，她有了迫切提高自身序列、获得相应战力的渴望和动力，为此她不想再等待，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只要有材料出现，只要不算太离谱，她都会立刻接受，以免被意外干扰。这就像一件被众多贵族夫人看中的珍贵首饰，和男人们喜好的拥有奇特血脉的稀少马匹。相应的溢价是必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有的时候在原本价格上翻2-3倍都不是不可能。而且福尔斯在中间忙碌联络老师，肯定不能让他白白浪费时间。承担风险5，他也不知道我就是正义。奥黛丽无所谓的想着。至于坏消息，毫无疑问是埃德萨克王子之事，这让奥黛丽少有的忧心忡忡。幸亏有世界先生得到消息，有愚者先生给予提醒，否则事情不知道会恶化成什么样子。奥黛丽，有了这么好的条件，你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加油！雨还对着镜中的人影画了个绯红之月，努力让自己乐观起来。然后他收敛情绪，出门前往琴房，准备参与接下来的钢琴课，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因为霍尔伯爵夫妇和希伯特霍尔的晚餐前才能回家，他现在想要打听消息都没有对象，只能告诉自己要冷静，要沉着，要耐心。家庭教师抵达前，奥黛丽随意的弹奏起乐曲，用美妙的旋律洗涤心灵。弹奏告一段落，他发现金毛大狗苏茜不知什么时候已开门进来，蹲在了旁边，脖子上依然挂着那饰品般的金边眼镜。奥黛丽，你遇到了什么问题？你的琴声告诉我，你有烦恼的事情。苏茜突的开口说道。奥黛丽一下怔住，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忽然觉得家里有条独行狗不一定是好事。燃烧着篝火的营地内，闭着眼睛的戴里克伯格静静回想着塔罗聚会上发生的事情，确认自己没有遗忘反复经历同一段人生的记忆。不知过了多久，饱含期待的他睁开双眼，打量起四周，然而映入他眸子的是与记忆里完全一致的火焰和队友。就在这时，盘腿而坐，靠着石柱的猎魔者科林沉声开口了：50次闪电后出发。这一刻，戴里克确定之前经历的所有事情不是梦境和幻觉。乔伍德区明斯克街15号，克莱恩下至1楼，坐到起居室内，感受着壁炉不断外散的温暖。安乐椅上的他静静摇晃，没有看报纸，没有翻杂志，也没有阅读书籍。这一切是如此的安宁与沉默，直到门铃的声音叮叮当当传来。穿着家居衬衣、羊绒背心的克莱恩起身走向外面，发现访客有些出乎自己的意料。他拉开房门，呵呵笑了一声：下午好，埃姆林，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丰收教堂帮忙吗？来者正是头发斜着后梳、俊美的有些阴柔的吸血鬼埃姆林怀特。听到克莱恩的招呼，这眉眼傲慢的家伙表情顿时僵住，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我有事情想咨询你，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埃姆林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吐出。请他进入起居室后，克莱恩重回安乐椅，笑着问道：什么事情？咨询费用1磅，但不能超过1小时。埃姆林怀特并未在意他的话语，沉思着说道：有位大人物让我去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虽然能侧面帮助我解决隐患，但也蕴藏着很高的风险。我没什么朋友，又怕父母担心，而你是一位见识丰富的非凡者，侦探。你有什么建议？拒绝还是接受？解决隐患，清除心理暗示。克莱恩斟酌着说道。只有事情这个单词的情况下，我无法给出任何建议。埃姆林怀特沉默好几秒，咬了咬牙，压低嗓音道：和那位愚者有关。啊！克莱恩险些抬手掏耳。第252章埃姆林的坚持。用1秒钟的时间做了确认后，克莱恩交握双手，前倾身体道：具体是什么事情？不能再说了。埃姆林怀特坚决的摇头。担心被试探的克莱恩没再追问，单纯的根据吸血鬼刚才透露的信息分析起事情。与愚者有关，能帮助埃姆林怀特解决隐患，有很高的风险。结合他之前的想法，这似乎已经表明他打算举行相应的仪式，
向愚者，也就是我祈求，以此消除心理暗示，获得久违的自由。但这不再是埃姆林自己的仪式，来源于某位大人物的吩咐，而以这个吸血鬼的骄傲，愿意尊称大人物的，多半是同为血族的强者。血族大佬派后裔向愚者祈求是为了什么？他们和极光会有了合作。满是疑惑的克莱恩抬起脑袋，望向一脸期待的埃姆林，在心里嘿了一声。你猜我会不会回应你的祈求？他斟酌了2秒，没直接提出建议，转而说道，据统计，向不知情况的隐秘存在祈求，100例里有30例不会获得任何回应，有68例会遭遇各种可怕的事情，从而葬送掉自己的生命，或者活着不如死掉，只2例有可能成功，得到想要的东西。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未必是他们愿意的。作为前键盘强者，克莱恩一直认为，在证明一件事情或加强某个观点时，只讲个例、特例，不提整体样本和统计数据的，统统是在耍流氓，是在偷换概念。而一般这种情况下，都伴随有相似的话语，比如我有个朋友，我认识的某位姑娘，我身边的谁谁谁。所以，为了说服埃姆林怀特，他用心编了一些数据。当然，这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至少克莱恩在职业者小队时看过的许多卷宗有说明类似的情况。只有2例成功，68例出了问题。埃姆林果然被吓到，忍不住抬手理了下头发。基本是这样，这就是你要做的那件事情的危险程度。如果你怀有恶意，风险甚至比这还要高。克莱恩诚恳回应。埃姆林下意识摇头，不，没有恶意，而且那位大人物会在过程里保护我的，没有恶意。即使有恶意，你也未必知道，你只是一个被推到前台的炮灰。克莱恩抬起右掌，用手势加强着语气，这会让风险降低很多，但绝不会没有。那位大人物能真正的对抗隐秘存在吗？应该不能。埃姆林嗫嚅着回答，所以克莱恩摊了下手。他忽然露出微笑道，埃姆林，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就算彻底信仰了大地母神，也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你看费内波特的民众，还不是爱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喜欢什么做什么。等到那个时候，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大概率也不会再强行让你去丰收教堂做义工了，你将得到原本的自由。而且，我认为你对大地母神的教义适应的很好，没什么矛盾。埃姆林怀特沉默了一阵道，因为喜欢他的理念而成为信徒，和被人通过心理暗示强行转变为信徒是完全不同的。即使有一天我确实会背弃月亮，信仰母神，我也希望是我自由做出的选择，与别人没有关系。这是一个血族最后的骄傲。克莱恩略感诧异的看了埃姆林一眼，没想到对方还有这样的坚持。他考虑了2秒，没再劝说，嗯了一声道，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大人物的命令加摆脱隐患的诱惑，是否能让你有勇气面对一定程度的危险。如果你有为此付出生命的信念，那答案就非常简单。总之，这件事情最终得由你自己来权衡。埃姆林表情沉重的听完，本能反驳了一句，如果我真的选择尝试，肯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血族。解决隐患只是附带的好处。为了整个血族，我能有什么事情涉及整个血族？那个大人物是在骗你吧？克莱恩呵呵笑道，一个实力不强的吸血鬼，有机会拯救整个族群，你自己相信吗？血族，埃姆林强调道，而且我的实力也不差，相当于你们人类的序列7。对了，还是擅长战斗的那种。至于信不信的问题，你不会明白的。他站起身道，虽然你的分析和建议没有实质的意义，但我还是得感谢你一句，咨询费用就由上次的皮箱和锡盒抵扣啊。克莱恩一时没能反应过来对方在说什么，等到埃姆林离开，他才猛地恍然，一般情况下，大金额交易里的容器不都是赠送物品吗？这个小气吝啬的吸血鬼。闪电频率还未恢复的深暗里，白银城的探索小队准时抵达了那座半废弃神庙的外围。戴里克记得第一次行动时，所有的兽皮灯笼都在这里熄灭，整支队伍陷入了纯粹的黑暗中，自己则有听到小男孩杰克从神庙深处发出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求救声。根据倒吊人先生、正义小姐他们的猜测，这也许就是我们开始循环的起点。但为什么苏醒时是在城外的篝火营地，而不直接是这里？戴里克一边回忆塔罗会上的讨论，一边按照相应的建议抬起手臂，暗自祈求。
他的身上突然绽放出纯粹明净的光芒，刺激的约书亚等探索小队队员飞快摆出战斗姿态。发生了什么事情？猎魔者柯林拔下直剑，沉声问道。戴里克惊恐的左看右看道：首席阁下，我刚才听见有小孩在喊救救我，救救我！他要试一试这是否为关键点。现在呢？柯林戒备问道。现在没有了。戴里克仔细倾听了一下。猎魔者柯林用眼角余光扫向约书亚等人，你们有听到吗？没有。探索小队队员们相继摇头。柯林只思考了几秒就做出决定，从腰间皮带的暗格里抽出一个深蓝色的金属小瓶，将里面没有颜色的粘稠液体涂抹在了自身的直剑上，紧接着他向上刺出了长剑。半空豁然大亮，一道道银色细蛇般的光芒游走于上方，快速向着四周扩散。银白的光彩瞬间笼罩住了所有探索小队队员，似乎照彻了每一个人最阴暗的角落。滋滋滋，银色细蛇钻入虚空，不知奔向了哪里。一切很快平静了下来，只剩兽皮灯笼昏暗的光芒静静挥洒。柯林半闭眼睛，不知在感应什么，过了足足5秒，才抬手指向前方道：现在开始，不能有任何疏忽，将戒备提到最高。好熟悉的话语，这里不是打破困境的关键。戴里克沉下心灵，一点也不懈怠地跟随队伍进入了半废弃的神庙。这一次他吸取教训，未再去看堕落造物主的脸庞，然后在检查地上部分的过程里，靠着主动和积极，争取到了那幅壁画所在的区域。他提着兽皮灯笼，握着飓风之斧，和一位队友以小组的形式展开了行动。经过一面面或斑驳或坍塌的墙壁，他终于抵达了目的地。随着兽皮灯笼的光芒由远及近，墙上的那幅壁画逐渐清晰。戴里克先是望向角落，找到了印象深刻的那行奇怪单词：救赎蔷薇。他默念这个名称，举高兽皮灯笼，仔细审视起壁画的细节。斑驳的墙上，最高处是模糊的、巨大的漆黑十字架，上面倒挂着一道难以看清具体形貌的影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片荒芜死寂的平原。平原中行走着一列长长的队伍，他们的目标正是远处的高山和高山顶部的十字架与倒挂之人。这列队伍内，有的成员还跪在地面虔诚祈祷，有的则已站起身体，迎着狂风往前行走。他们的面目都只是简单勾勒，似乎在突出衣物的破烂。唯有最前方的领头者颇为清晰，那是一个身材瘦高、银色头发长至背心的男子。这男子五官柔和，脑袋低垂，眼睛紧闭，背后有着层层叠叠的光芒羽翼。天使，传闻里的天使。戴里克激动暗藏地观察起领头者四周的状况。很快，他发现那疑似天使的男子脚下有一道蜿蜒的、闪烁着波光的河流，河流不断拐弯，绕了回来，注入自己，成为了源头。循环，这形成了循环。戴里克顿觉自己抓住了某个关键，在一段循环的经历里，墙上的壁画内竟然有一条循环的河流，后者明显在昭示或揭露着什么。戴里克视线上移，只见那位羽翼难以数清的银发天使，面容温柔里带着些许淡漠，就像在俯视河流，俯视命运。这就是愚者先生提示的真正含义。戴里克略一思考，决定尝试一下，如果成功，他打算把自身反常的缘由都推给小男孩杰克，要是失败，则不会有人记得他曾经做过什么。队友错愕的目光里，戴里克举起飓风之斧，狠狠劈向了壁画上的那道河流。刚好闪过的电光被引动，银白落到了斧上。第253章吞围者。砰！戴里克的斧头缠绕着道道银芒，劈中了壁画上的河流，劈得墙体凹陷，石屑横飞。他一击之下，那条首尾相接的河流彻底从中断开。正当他期待着循环被打破，探索小队全体成员随之跳出神庙这个场景时，猎魔者柯林身影一闪，来到他的面前，沉着脸孔道：你在做什么？这位半神的剑尖依旧垂往下方，但握住柄把的手却明显比刚才用力。戴里克回想着吉塔罗会众位成员智慧结晶于一体的说辞，半是疑惑半是恐惧的开口道：刚才有道黑影从这里闪过，首席阁下，真的像是小孩的身影。科林伊利亚特目光没有移开的问着另一位队员：海鹰姆，你看到了吗？叫做海鹰姆的探索小队队员下意识往首席的方向靠拢，坚定摇头道：没有，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柯林浅蓝色的眼眸顿时有微光在荡开，凸显出2个墨绿色的复杂符号。他就那样静静地注视了戴里克4-5秒钟，终于，他收回视线，没有异常的说道：“这是你的第一次探索任务，因紧张出现幻觉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你跟随在我的身边，我想这样你会平静一些。”是，首席阁下戴里克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经过刚才的尝试，他初步确认壁画与关键点没有联系。愚者先生提示的救赎蔷薇应该还藏着更深层次的意思，不是那么简单。戴里克握着飓风之斧，沉默地走在首席科林的身边。之后的事情与他记忆里的几次探索行动没有太大的区别，众人重复着过往。第6次抵达了布置有祭坛的最终大厅，发现了蜷缩在阴影里的黄发小男孩杰克。听到救救我，救救我这句话，看见明显的小孩身影后，猎魔者科林微不可见点头，将投注在戴里克伯格身上的注意力收回了大半。就在他斟酌语言准备开口的时候，戴里克却突然问道：“该怎么救你？”小男孩杰克露出激动的表情：“救我，救我，送我回家，送我回家。你家在哪里？”戴里克又好奇又害怕的问着。见此情状，科林闭上嘴巴，紧了紧手掌。小男孩杰克虚弱的抬手道：“我家在恩马特港。”恩马特港，虽然倒吊人先生没提过，但从港口这个单词来看，杰克真的不属于我们这里。他很有可能来自外界，来自正义小姐他们所在的鲁恩王国。戴里克一阵欣喜，激动难掩。他的反应并未引起猎魔者科林的怀疑，因为这位强大的6人议事团首席同样没有见过大海，只能从保存下来的一些典籍里知道这种比湖泊大了不知多少倍的水体，以及港口这个名词。陌生男孩嘴里吐出的恩马特港仿佛在科林面前展开了一幅新世界的画卷，这让苦苦寻觅着白银城未来的他瞬间忘记了别的事情，脱口而出道：“你或者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小男孩杰克露出回忆的表情：“我和我的父亲先是乘船，接着与他的同伴会合，继续乘船。一场很大很大的风暴之后，剩下的人登上陆地，循着主目光所示的方向前行，一直走到了这里，循着主目光所示的方向前行。”猎魔者科林和戴里克等人同时望向了祭坛上的神像，分辨他注视着哪里。很快，科林就确定了大致的信息。他们沿着神像目光所示的方向前行，来到这里，也就是说，只要逆转这个过程，我们就能找到海边，找到他们登陆的地点。这视线的反方向是白银城。于不断探索中逐渐完善的周围地图浮现于猎魔者科林的脑海，让他初步描绘出了陌生男孩的旅途路线。中间如果没有别的神庙，没有相应的雕像，一直这么延伸下去，那将通过巨人王庭的废墟。科林的瞳孔豁然收缩，那是曾经居住着古神巨人王奥尔米尔的神灵宫殿，距离白银城并不遥远。长期被巨人一族统治的白银之国后裔们都明确的知道它的废墟位于哪个位置，但始终无法完成探索，因为那里极为危险，比没有光芒的纯粹黑暗还要危险。而根据科林的反诉，陌生男孩一行人正是穿过巨人王庭的废墟，才抵达了这里。他们怎么办到的？或许他们没有走纯粹的直线，绕过了巨人王庭。不管怎么样，巨人王庭背面有着通往海边的道路，而大海的另外一端很可能有着人类的国度。那会是白银城的希望吗？科林难以遏制的想着。这时，戴里克敏锐发现小男孩杰克胸腹间的衣物染着暗红，似乎有液体在缓慢渗出。你受伤了吗？他小心翼翼的问道。杰克垂下脑袋，语气飘忽的回答：长了些不好看的东西。说话间，他拉开衣物，露出赤裸的胸腹，在那里镶嵌着2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那不是画上去的，也不是宝石拼凑出来的，纯粹由真正的眼睛、真正的鼻子和真正的嘴巴构成，并且彼此不像一组，仿佛分属于3个人。豁然之间，戴里克想象出了一个画面：小男孩杰克吃掉同伴后，用他们残余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在胸腹间组成了一张怪异的人脸。那人脸温柔淡漠，让戴里克莫名感觉眼熟。只是1-2秒的功夫，戴里克就弄清楚了熟悉的原因。这张人脸很像上方壁画内的那个天使，脚踩循环河流的银发天使。果然，我们不断重复探索的原因就源于他。戴里克心中一动，脱口念出了一个单词：
就像要给出解除困境的咒语。救赎蔷薇，他郑重喊道。小男孩杰克抬起脑袋，怔怔望着他，嘴巴一点点咧开，咧到了耳根位置。我好饿，好饿。戴里克一下呆滞，看见了激烈的战斗。等他再次清醒，又坐回了营地的篝火旁。救赎蔷薇不是皱纹，他深刻的检讨起来。第7次探索很快开始，已做过尝试的戴里克不再有异常举止，只是主动争取着去检查了那幅救赎蔷薇壁画。一路照旧，探索小队又进入了那个有着祭坛和神像的地下大厅，发现了明显诡异的小男孩杰克。类似的对话之后，戴里克再次看见了那张用别人五官拼凑出的人脸。有了经验的他未做任何具备刺激性的举动，压低嗓音对猎魔者柯林道：首席阁下，他胸前的人脸和上面壁画内的天使很像，就是有一头银发，脚下河流首尾相接的天使。角落写着救赎蔷薇的那幅壁画。猎魔者柯林先是一怔，旋即皱起了眉头。他一边注视着安抚着小男孩杰克，一边用眼角余光打量戴里克。沉默了几秒，他低声说道：因为是你提到这件事情，让我产生了一些联想。不等戴里克询问，他自顾自往下道：我们研究了那幅壁画很久，只是单纯的认为那描绘着一个领路的天使和一群朝圣的苦修士，他们这个团体的名称也许就叫救赎蔷薇。那条首尾相接的河流表示着循环，我们的解读是朝圣之旅反复发生着，而现在看来，它也许标识着那个天使的身份。这是你让我产生的想法，因为阿蒙曾经藏在你的体内，为什么？戴里克一阵茫然。猎魔者柯林注视着小男孩杰克道：阿蒙遗留的那条小虫具备时间的象征符号，循环的河流往往与命运有关，两者放在一起，让我回忆起了少量典籍上提到过的不知真假的内容。创造一切的主，全知全能的神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身边环绕着诸多天使，其中所有天使的首领，最接近神座的天使之王，共有8位，他们的名号有的已经消失在了漫长的历史里，有的还有着一定的记录，或简略或详细。传闻这8位天使之王里甚至有神灵的子嗣，其中有2位天使之王的称号分别是十天使和命运天使。戴里克一下恍然，确认般问道：您认为阿蒙是十天使，那幅壁画上的是命运天使？暂时不能确定，十天使只有一个称号流传下来，而命运天使的记载相对详细。猎魔者柯林忽然吸了口气，紧接着他沉声说道：命运天使，吞围者乌洛留斯。傍晚时分，奥德拉家族的地下建筑内，埃姆林怀特望着那具铁黑色的棺柩，对躺在里面的古老血族道：尼拜斯大人，我接受始祖的任务。尼拜斯用苍老的声音回应道：很好，你想什么时候开始？你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听到尼拜斯大人询问心愿，埃姆林怀特小腿肚一软，差点后悔。他硬着脖子道：不需要，现在就可以开始。第254章延迟响应。满是奇异花纹的铁黑色棺柩静静安放于中央，空气里仿佛有隐晦的波动在悄无声息的碰撞。埃姆林怀特立在角落里，按照正常的仪式流程，点燃蜡烛，低烧起精油和对应的草药粉末。氤氲飘忽的氛围荡漾开来。埃姆林回忆了下人工梦游的要求，低下脑袋，开始冥想，并反复诵念愚者的尊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单调有节律的声音里，埃姆林逐渐进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身体放松内敛，如在沉睡，灵性却活泼轻盈，不断往外扩散。这个时候，他有了自己在不断上飘的感觉。灰雾之上的古老宫殿内，克莱恩坐在青铜长桌最上首，手指轻悄地望着旁边一圈圈荡开的光幕，没有表情地欣赏着祈求的人影。虽然那很模糊，但克莱恩还是一眼就认出对方是吸血鬼埃姆林怀特。很有勇气嘛，拿出了去购买人偶的行动力。克莱恩感慨一声，未作回应。他之前尝试占卜了血族的目的，无法得到有效的启示。唯一能肯定的是与极光会无关，这让克莱恩颇为好奇，可他不会因此冒险，在一个高位血族就藏于旁边的情况下回应埃姆林怀特。他不知道对方是否能抓住痕迹，像毒神者阿蒙那样威胁到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也不想去确认，毕竟当时的阿蒙只是一个分身，现在的高位血族则大概率是本体。没必要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承担风险，
就算再想了解血族真正的目的也一样，而且又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克莱恩看着人工梦游状态下的埃姆林怀特，笑着自语了一句：“我可以延迟响应啊。”他打算等到明天或者后天，等到埃姆林怀特离开保护，等到血族放弃此事，再突然回应。不过这有个前提，先用占卜确认风险程度。吞围者就像那条河流一样，戴里克伯格顿时产生了联想。猎魔者科林郑重点头：“是的，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已经踏入一条无法离开的首尾相接的河流。幸运的是，这应该只是那位命运天使留下的一些力量，他并没有藏在这里，不是可能，而是确定，而且早就。”戴里克在心里回应道。这个时候，科林取出了一个暗红色的金属小管，拧开盖子，咕噜喝下。他浅蓝色的眼眸迅速变淡，染上了银色，到了最后，眸子甚至竖直起来，映照出了小男孩杰克的身影。一点点火花般的荧光在他的眼睛内激发，时而盘旋，时而碰撞，异常剧烈。争！猎魔者科林先将手里的长剑插入地面，反手拔出了另外一把直剑，为他涂抹上金黄如同阳光的油脂。发现这个动作，小男孩杰克的表情一下变化，就像笼罩了浓郁的阴影。抢在他张开嘴巴前，猎魔者科林动了，他抽出地上的长剑，于原地留下了一道模糊的身影。金黄与银白闪亮，照彻了整个地下大厅。小男孩杰克身前的光芒最为浓郁。一道凄厉的惨叫后，昏暗重新笼罩了祭坛。小男孩杰克站在原地，没有移动半步，但胸腹间的那张人脸却已不见，只留下可以看见蠕动内脏的空洞。杰克侧方几米之外，猎魔者科林半蹲于地，双剑斜垂，他的前面那张人脸四分五裂，还原成了零散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这些器官被电击般抽搐着、弹动着，很快静止下来，急速腐烂，就像原本就该是这个样子。瞬息之间，戴里克只觉周围有无形的水墙似的屏障凸显，并无声破碎。几乎是同时，他仿佛离开了湍急的河流，回到了岸上，看着阴森的地下大厅，看着倒吊着的神像，看着表情因痛苦而扭曲，一下昏迷过去的小男孩杰克，戴里克心中一喜，松了口气。他知道自己等人终于摆脱重复的人生了。戴里克很清楚，虽然最后的处理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在预先不了解问题、不获得提示的情况下，也许得重复几十遍、几百遍才有可能发现线索，找到办法。这个过程里，有一点不谨慎、不小心就会死人，而戴里克无法知道逝去的生命是否会重来，或者依然复活于篝火，但在彻底摆脱困境后死去。更为严重的是，人总是会重复一样的选择，也就是说，第一次发现不了问题，没有相应记忆和经验的前提下，第100次、第1000次恐怕也察觉不出异常，完全迷失于循环的河流内，直到外界正常的时光流逝至他们生命的终点。一想到类似的可能，戴里克就衷心的感激愚者先生，感激他恢复自己的记忆，并给出提示。侧头望去，他看见约书亚等探索小队队员没有异常反应的检查起周围区域，就像前面的6次探索并不存在一样。或许回到白银城，他们才能从日期的不对发现自己失落了一段人生。戴里克沉默想着。这时，猎魔者科林站起身，走回小男孩杰克旁边，取出另一个金属小瓶，将里面的黑色粘稠液体倒在了对方空洞的胸腹间。那些液体迅速凝成半透明的薄膜，贴住伤口，止住了血流。海鹰母、约书亚，你们负责带上他。科林压制住内心的悸动，沉声吩咐道。在他眼里，这是白银城摆脱诅咒、战胜末日预言的希望。呼！戴里克本想隐蔽的感谢愚者先生，却发现没有对应的祈祷手势。皇后区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丰盛的晚餐在诸多烛火的照耀下闪烁着诱人的色泽。与报纸杂志想象的不同，大贵族家庭的晚餐并不严肃，不需要保持沉默。这是家庭成员们少有聚齐的时候，他们边用餐边随意闲聊着各种轻松的话题，以此交流感情，巩固联系。奥黛丽切了块自己牧场出品的牛排，观察了下霍尔伯爵的表情，没有掩饰，好奇的问道：爸爸，埃德萨克王子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的打算是，如果没有，就假装自己听到了一些不符合实际、不用负责任的流言，
这在贵族圈子里并不少见。霍尔伯爵的刀叉顿住，抬眉说道：“你听说了什么？”果然有。从父亲的反应读出想要信息的奥黛丽浅笑着回应：“一些流言，这似乎是真的。”霍尔伯爵揉了揉额角道：“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奥黛丽，我知道你的想法，所以不需要隐瞒你。这涉及一起较为普通的王室丑闻，简单来说就是埃德萨克王子喜欢上了一个平民女子，这导致了一位贵族后裔的死亡。王室封锁了事情的传播，不想造成太大的影响。”伯爵夫人喝了口香槟道：“看来他还不够成熟，妈妈的批评很委婉嘛。这听起来确实很可疑。埃德萨克王子真的卷入了危险的事端，并将为贝克兰德带来不好的变化。”奥黛丽做出恍然的样子，笑笑道：“这让我有些疑惑，为什么自由与爱情的故事会涉及一位贵族后裔的死亡？”希伯特霍尔埋头切着香嫩的肉排，饶有兴致的猜测道：“这让我想起了那些复杂的爱情故事，在风暴之主的信徒中，魏女士为荣誉决斗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这是放进了博物馆的传统。”霍尔伯爵否定了长子的说法。奥黛丽抓住机会，斟酌着说道：“我印象里的埃德萨克王子不是这样的人，而且流言已经传出，他们真正想掩盖的或许不是这件事情，或许不是。”霍尔伯爵咀嚼着这句话，眉头不自觉有些皱起。奥黛丽适可而止，不再多说，自然的将话题引到了另一个方向。他接下来准备找其他贵族朋友打听，作为曾经被埃德萨克王子追求过的女孩，想要了解事情的细节是绝对正常的反应，无论好奇还是不甘，都能驱使人做出这样的尝试。人工梦游状态无法持续太久，埃姆林怀特略显疲惫的回到现实，睁开眼睛望向那具铁黑色的棺柩，半是松气半是失望的开口：“尼拜斯大人。”没有回应。尼拜斯沉默了好一阵子，才颇为沙哑的说道：“好的，你今晚住在这里，预防意外情况的发生。”好。埃姆林完全没有逞强。这一晚他在担忧和忐忑里度过，但夜色是如此宁静，毫无异样，直至贝克兰德少见的冬日阳光洒落于窗上，他才悄然退去。真是一个坏天气。埃姆林离开奥德拉家的别墅，压低礼帽，嘟囔着走上了一辆出租马车。他的目的地是大桥南区的丰收教堂。马车平稳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埃姆林眼前突的一花，看见了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紧接着，他惊愕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了一座神秘雄伟的巨人宫殿内，坐在一张斑驳古老的青铜长桌旁，而那长桌的最上首，有人影笼罩浓郁的灰雾，居高临下般注视着他。第255章月亮。有那么一个瞬间，埃姆林怀特是僵硬的，没有思绪的，就像一尊坐在那里的大理石雕像。然后他听见那悠闲坐在浓郁灰雾中的身影淡然问道：“你为什么向我祈求？”埃姆林的脑海顿时嗡了一声，脱口而出道：“这是始祖的启示。他告诉我们，他通过梦境告诉我们，末日将要来临，必须做好准备。而我是几个关键点之一，我的任务是向愚者，向您祈祷。”听到对方噼里啪啦毫无隐藏的详细回应，预备好后续话术的克莱恩竟不知该从哪里问起。他想知道的，埃姆林怀特这吸血鬼已原原本本交代清楚了。始祖的启示，古神莉莉丝不是已经在大灾变前很久的第二纪元陨落，或是被那位造物主收回了权柄吗？正因为如此，不少吸血鬼才尝试着向原始月亮祈求，结果收获了极为凄惨的下场。而且门先生也提过，月亮牌是空缺的，这一方面表明原始月亮很可能是哪位神灵或高位恶魔的化身，另一方面也间接证明古神莉莉丝已经失去了序列灵的位置。一般情况下，这往往与死亡等同。克莱恩瞬间联想起了相关的线索。他原本以为会在某些特定事情上回应血族祈求的莉莉丝是那位古神的遗物，比如月亮途径的唯一性，所以呆板、僵硬、被动，限制极大。可现在对方主动给予启示的事实让他否定了这个猜测。两个可能，一是莉莉丝是哪位神灵假扮的，提前占据关键点，挡住想要登临月亮途径序列灵宝座的对手，本质上并不爱护血族，提供的启示只是一种试探。其中嫌疑最大的是抢了绯红之主这个称号的女神，可她已经是序列灵了，对应亵渎之牌里的星星牌，为什么还会觊觎月亮？为了破坏敌人的好事。二是古神死而未僵，只要没有别的强者成为月亮途径的序列灵，他就能以某种奇特的
难以理解的方式存在着，等待重新归来的契机，就像黑皇帝牌描述的那样。而女神将绯红之主的称号加在自己身上，也许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此事。按照这个逻辑，莉莉丝最近做出的末日启示，就是积蓄多年后的复活努力。而我这个愚者在他的预言里将扮演关键角色。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应该算某种程度上的合作邀请。但我一个才序列6的非凡者，拿什么和未消散的古神合作？让埃姆林怀特加入塔罗会？血族是一个生命漫长的种族，从第2纪元延续到今天，知道的秘密肯定不少。只是那将冒不小的风险。可以每次开会前先占卜要不要拉埃姆林。对了，灵界见闻那本笔记里也有类似的末日预言，来自黄光威尼坦。他同时还指出，亚伯拉罕家族的诅咒将被一位得到隐秘存在帮助的学徒解除，这很符合魔术师小姐目前的状态啊。她是得到了我这个愚者帮助的学徒，这就有点意思了。难道所有擅长预言的高位者都看见了末日的不可避免，也看见了愚者的存在和可能发挥的作用？克莱恩脑海内闪过了一个念头，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他靠着椅背，不快不慢的笑道：你们的始祖让你向我祈祷什么事情？平和的嗓音让埃姆林从那种僵硬到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的状态里缓了过来，略显呆滞的摇头。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克莱恩看见埃姆林坐的那张椅子背面，凌乱的星辰飞快移动，迅速组成了一个象征绯红之月的符号。果然，古神莉莉丝后裔对应的非凡途径指向月亮。克莱恩低笑一声道：在有7位正神和诸多隐秘存在的情况下，你们的始祖为什么会认为我将是末日的关键点？愚者的态度终于让埃姆林怀特平复了下来，明白自己真的遭遇了不可思议的事件，被一位隐秘存在强行拉入了一个神奇的地方。他就是愚者。他竟然没有发怒，这是因为我代表始祖。我，埃姆林怀特，确实是特殊的那一个，被始祖提及且获得了愚者的回应。想到这里，埃姆林不由做的笔直了一些，斟酌着语言道：尊敬的愚者先生，始祖给予的启示是这样的，我埃姆林怀特将成为拯救血族、战胜末日的关键。而这一切从向您祈求开始，他隐藏的意思是，末日的关键点不是您，是我。这家伙还有这么中二的一面，也是，他一直都挺傲慢的，自我感觉良好。克莱恩在心里用过去的流行词汇吐槽了2句，他颇感好笑的开口道：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是向我，而不是7位正神或其他隐秘存在祈求？不知道埃姆林诚实摇头。克莱恩想了想，故意说道：其实我大概明白你们始祖的意思，他希望你在我的帮助下成长为真正的高位者，从而在末日来临时拯救血族成长。埃姆林疑惑道：您知道的，我们血族没有办法自行成长，只有通过特殊的仪式得到长辈的馈赠和先祖的遗留，才能提升位阶。果然，同样得符合非凡特性的守恒定律。换句话说，必然有别的办法，只要符合基本定律。克莱恩呵呵一笑道：你的见识蒙蔽了你的眼睛，让你看不到更加宽广的世界。当然，这个问题不会由我来回答你，他的答案必须你自己去寻找。我只是提供你一个机会。他停顿了1秒，俯视般说道：你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吗？埃姆林毫不犹豫就起身行礼道：这正是我的愿望。呵，面对隐秘存在时，你的傲慢去了哪里？怎么只剩下谦卑？克莱恩腹诽了一句，手指轻敲斑驳长桌边缘道：但你必须遵守一些事情。您讲。埃姆林忍耐住内心的激动。克莱恩微笑道：不能将与我相关的事情透露给任何人，除非得到我的允许，这包括之前仪式时在场的血族。可是埃姆林有些不能接受。克莱恩非常笃定地温和反问道：莉莉丝应该没有让你在事后向谁汇报，这从启示里连祈祷的内容都没有，就可以推断出来。他直呼始祖的名讳，听起来像是老朋友。埃姆林心头一颤，低下脑袋道：没有。克莱恩语气没太大起伏地含笑在言：这是一场隐秘的交易，所以我才在你离开注释后回应。同样的，你不需要向莉莉丝汇报，那会让某些家伙察觉。见埃姆林有些恍然地点头，克莱恩又补了一句：要想成为拯救血族的关键，就必须承受相应的荆棘，比如不被人理解，受到污蔑和轻视，只能在黑暗里背负着沉重的使命，
默默前行，这有针对性的话语顿时让埃姆林怀特想象出了相应的场景。总是因喜欢人偶被同族嘲笑的自己，迷路进入丰收教堂，留下耻辱痕迹的自己，从来不被长辈重视和看好的自己，默默的于角落里守护着族群，守护着大家，不为知晓。很快，被自己感动的埃姆林恭敬回应道：“您的意愿必将惯行于大地。”克莱恩往后一靠，云很淡，风很轻般说道：“我默许了一个隐秘聚会的成立，就在这里。你是否愿意加入这个聚会，寻找强大起来拯救血族的办法？”“我愿意。”埃姆林毫不犹豫就做出回答。克莱恩满意点头。“你还有其他事情想要请求吗？”埃姆林顿感欣喜，慌忙说道：“伟大的愚者先生，我想请您帮我解除心理暗示。这是一个大地母神教会的主教。”我知道。克莱恩平和地打断了他的描述。他知道，不愧是一位隐秘存在。埃姆林的脑袋又低了下来。克莱恩轻笑了一声道：“我可以帮助你，但你愿意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在灰雾之上，他有着非常强的灵视，刚才就发现埃姆林怀特灵体内呈幽黑色泽的心理暗示，不知什么时候已消散大半，稀薄到了脆弱的程度。克莱恩原本还打算参照秘密之书上处理类似问题的仪式来解决，但现在的状况让他相信，一次秘器仪式加黑皇帝牌的压制太阳胸针的进化，就能彻底驱散埃姆林怀特体内的心理暗示。代价？埃姆林想了一阵，却想不出来自己有什么东西是愚者这位隐秘存在感兴趣的。见此情状，克莱恩主动说道：“我对你们血族的某些历史很感兴趣，你可以用这方面的内容做交换血族的历史。”埃姆林略一思索，就答应了下来。“你可以先想一想将要描述的内容，呵呵，在此之前，你需要选一个代号，从他们之中。”克莱恩在青铜长桌表面具现出了未被挑选的那些塔罗主牌。埃姆林怀特颇感有趣的仔细看了几眼，道：“月亮，我选月亮牌。”